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刚好在农历2月或7月出生，那么今天的内容对你极其重要，因为在易经和八字命理的隐秘密码中，你们的出生节气赋予了你们一种极其罕见也极其沉重的磁场。我常说2月、7月生人根本不是凡夫俗子，你们多半是来人间渡劫的神仙。各位别以为渡劫是电视剧里轰隆隆的雷劈闪电，在这万丈红尘里，真正的渡劫是什么？是每一次掏心掏肺之后的真心错付，是倾尽所有之后的有苦难言。你们下凡这一趟不仅是来体验人情冷暖，更是来修补这颗心的。今天我就要带你认清楚，你这半辈子到底在渡什么劫，还要教你怎么把这个劫数化成你下半辈子甚至你整个家族最强大的福气。我们先来讲讲生在农历2月的人到底是个什么脾气，什么命格。农历的2月在24节气里刚好跨越了惊蛰到春分，在五行八字当中这个时候叫做卯木当令，所以生在农历2月的人骨子里就带着这种卯木的特性，你们天生就带着通神的密码，有慧根，有悟性，但同时脾气硬，直肠子，宁折不弯，而且正义感爆棚。你们在生活当中只要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别人都在旁边装瞎，不敢说话，怕得罪人。2月出生的人绝对忍不住，你们做人做事就是正直善良。可是各位2月出生的朋友，好，你想过没有，一棵树在春天刚刚发芽的时候，孤零零的立在荒野上，没有任何遮挡。这个时候他最怕什么？最怕春天后母面，最怕那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老祖宗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2月生人这一辈子最大的命运痛点，也是你们前半生受苦的根源，就2个字，小人。而且你们这群人有个最要命的毛病，我以前常说这叫心太软，嘴太硬。明明你心里是心疼对方的，明明你是为了别人好，可是话到了嘴边就变成了刀子。比如老公做生意赔了钱，你心里急得想尽办法要帮他借钱，嘴上却骂我当初怎么瞎了眼，嫁给你这个没用的东西。最后呢，事情你跑前跑后做绝了，苦你一个人全吃了。你们的善良永远裹着一层带刺的硬壳，你们在前面冲锋陷阵，把所有的风雨都挡下来，最后却落得一个强势的骂名，真是不划算。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过去碰过的真实案例。各位2月出生的人，你们仔细听，看看这到底是不是你们自己的影子。我认识一个大姐叫赵姐，她就是典型的农历2月卯木当令的人。赵姐是干什么的？她是在南部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做生意的。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清晨3、4点钟的海鲜批发市场？那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待的地方，常年满地都是腥臭的冰水，到处是鱼鳞虾壳。冬天寒流一吹，那个冷风夹着湿气直接顺着雨鞋往骨头缝里钻。夏天呢，热得发臭，苍蝇蚊子满天飞。赵姐她一个女人，在这个环境里起早贪黑，硬生生的在这个男人扎堆的市场里打拼出了一家规模最大的海鲜摊。赵姐平时说话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嗓门大，脾气暴。要是哪个供货商敢坑她，她提着鲨鱼刀就敢去跟人家理论。连市场里那些收保护费的流氓，看到她那股不要命的狠劲儿，都要敬她3分。但是各位，你们看她外表这么强悍，像个母老虎一样，对不对？可她骨子里却有个致命的弱点，只要看到谁遇到难处，看到谁被欺负，她那颗心啊，瞬间就软得跟豆腐一样。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年大冬天寒流发威，气温降到了10度以下。清晨的市场里来了一个刚从乡下上来打工的小姑娘，叫小丽。那女生也就20出头，身上穿的单薄，脚上竟然还穿着一双鞋底都快磨平的旧运动鞋，站在满是冰水的泥地里，冻得浑身直哆嗦。逢人就低三下四地问老板缺不缺人手，我什么苦都能吃。旁边的老板们看他瘦瘦小小的，嫌他手脚慢，看起来笨，谁都不理他，有的甚至挥挥手直接把他赶走。
刚好这女生走到了赵姐的摊子前，赵姐正砍着鱼呢，抬头一看，这女生冻得发紫的嘴唇，眼圈直接就红了。2月生人那种泛滥的同情心瞬间就涌上来了。赵姐心里想的是，哎呦，这姑娘多像我当年刚出来打拼无依无靠的时候啊。赵姐二话不说，拉着小丽的手说，妹仔别问了，留在我这，姐包你吃包你住。从那天起，赵姐是真的把小丽当亲妹妹一样带，不仅给她买新衣服新雨鞋，还手把手的教她怎么看鱼的眼睛辨别新不新鲜，怎么用黑袋子装海鲜不会破，怎么跟那些挑剔的知名餐厅采购沟通，怎么和半桌的总铺师拉关系谈价钱。赵姐可以说是毫无保留，把这辈子吃饭的本事全都倾囊相授。结果有一回，小丽在摊位后面哭得撕心裂肺，赵姐跑过去一问，小丽说，老家的爸爸突发脑溢血，现在躺在加护病房里，急需一大笔钱动手术，要是没钱，医院就要拔管了。各位，2月生人最受不了这种生离死别的事情。赵姐听完，眼泪掉得比小丽还多，她连半秒钟的犹豫都没有，连张借条都没让小丽写，直接弯下腰，从摊位底下那个装货款的铁盒子里拿了整整20万现金，一把塞到小丽手里。赵姐当时拍着胸脯，极其霸气地说，妹仔别怕，有姐在，天塌下来姐替你顶着，以后你就拿姐当亲姐，我们一条心好好干。各位朋友啊，这颗赤诚的心掏出去了，换回来是什么？就在年底海鲜市场最忙最赚钱的时候，也是各地总铺师疯狂进货的时候，小丽突然跑来跟赵姐说，老家有急事必须马上回去，辞职不干了。赵姐当时虽然急得团团转，但还是傻傻的相信了，不仅结清了薪水，还给人包了个大红包，亲自送小丽上车。结果呢，大家猜猜结果怎么样？不出半个月，就在离赵姐摊位不到100公尺的转角处，新开了一家装潢摆设一模一样的海鲜摊，连装鱼的盆子颜色都一样。而那个穿着全新围裙站在摊位前笑脸迎客的老板娘，不是别人，正是口口声声说回老家的小丽。她一开业直接把所有的海鲜价格压低2成。她不仅利用赵姐教她的本事，甚至把赵姐苦心经营了10几年的几个大主顾全给挖走了。但这还不算完，小丽为了彻底把赵姐搞垮，竟然在背后跟那些客户造谣，说赵姐的秤做过手脚，平时都是在偷斤减两。大家知道农历2月生人这辈子最看重的是什么吗？是清白，是骨气，最怕被冤枉，最怕被你最信任的人在背后狠狠捅一刀，还要往你脸上泼脏水。这些风言风语传到赵姐耳朵里，她一听气得浑身发抖。我们中医里讲，怒伤肝，肝阳上亢。2月卯木的人本身肝胆火气就旺，赵姐当时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巨响，气血直接像火山爆发一样冲上脑门。她眼前一黑，印堂瞬间发暗，高血压当场发作，扑通一声直挺挺的栽倒了。送到医院急诊室，医生一量血压吓坏了，说家属呢差一点点，就差这么一点点，这人就脑中风半身不遂了。后来赵姐醒了，旁边的老朋友气不过，指着病床上的赵姐骂她傻，你当初给她拿钱的汇款记录收据还在吧？我们现在就去找律师告她，把钱要回来。你猜赵姐干了什么？这个典型的宁折不弯的2月孤勇者，脸色铁青，他眼眶通红，眼泪在里面打转，但就是死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掉下来。他突然伸出那只布满老茧的手，一把就将手背上的点滴管给拔了。他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吞，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去告他，我丢不起这个人，算我瞎了眼，这20万全当是死老鼠咬布袋，从今往后我当他是个死人。各位朋友，听完赵姐的故事，你们心里痛不痛？憋不憋屈？这就是农历2月生人的悲哀啊！你们的善良往往带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感动，你们总觉得只要我真心对别人好，别人就一定会用真心回报我。可是各位啊，听我一句劝，在这万丈红尘里，单向的过度付出换来的绝对不是感恩，而是理所当然，甚至是变本加厉的算计和吞噬。你们的心太软，
就是别人拿来捅你们的刀子。讲完了2月生人的小人节，接下来我们要聊聊今天这部重头戏的另一个主角，他们就是生在农历7月的人。很多长辈一听到农历7月，第一反应往往是皱眉头。在民间的传统观念里，7月是鬼门开，好兄弟出来透透气的时候，大家总觉得这个月透着一股阴森森的凉意，连晚上出门都要绕着墙根走。但是各位朋友，如果你或者你的伴侣、你的孩子正好是这个月出生的，请你一定要认真听我接下来的话，因为你们根本不是什么晦气的人，你们是带着极高的灵性和极重的担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在24节气里，农历7月跨越的立秋到处暑，在五行八字当中，这个时候叫做生金当令。我们从老祖宗易经的阴阳转换来看，7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节点。大家想想，前半年的春夏是阳气不断上升生发的阶段，可是只要一到立秋，虽然天气依然燥热，但地底下的阴气已经开始悄悄的冒头了。所以7月是真正的阴阳交替、气场转换的十字路口。生在这个阴阳交界处的人，天生就自带一种极其敏锐的磁场，我们民间俗称叫做灵性极高。你们的第六感准得可怕，别人眼珠子一转，你就知道他肚子里在打什么算盘。别人满脸堆笑的对你撒谎，表面上你可能顾及面子，点点头说好好好，我相信你，但在你心里，他的那点伪装早就被你看穿，像个漏风的筛子了。可是各位，这也是你们最痛苦的地方，你们看透了，却往往选择不说透。为了维持家庭的和谐，为了顾全大局，你们把所有的肮脏、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真相全都死死地憋在自己的肚子里。这种过度懂事就成了7月生人这辈子最大的业障。我们再来看看五行。五行里面金的本性是什么？是冷的，是硬的，是肃杀的。所以很多农历7月出生的人，给外人的第一印象往往不太好亲近。你们不笑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块捂不热的铁，但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走进过7月生人的内心，你会发现在他们那层冷冰冰的外壳底下藏着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你们是典型的外冷内热，而且更要命的是7月生人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几乎到了病态地步的家族责任感和救赎情节。你们总是习惯性的把所有人都护在自己身后。你看着渐渐老去的父母，心里想，如果我不死死撑着，这个家就垮了。你看着那个不成器的兄弟姊妹，心里想，如果我不帮他借这笔钱，他这辈子就完了。你们天生就喜欢把父母的养老、兄弟姊妹的烂账，甚至伴侣惹出来的烂摊子，统统扛到自己本就不宽阔的肩膀上。别人下凡是来人间游山玩水，享受红尘的，而你们7月生的人硬生生的把自己活成了整个家族里的背债人。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为什么7月生人会活得这么苦，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我过去亲手批过的八字案例。这个大姐姓林，当年她来找我算命的时候刚好55岁，她就是农历7月生金当令出生的人。林大姐是家里的长女，也是婆家的大媳妇。在我们台湾老一辈的观念里，长姐如母，长嫂如母。林大姐可以说是把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骨血里。她婆婆前几年中风，瘫痪在床，家里请不起台籍的全职看护，一时半会又没办法申请到外籍移工，怎么办？林大姐二话不说，辞了自己干了10几年的好工作，每天在家里端屎端尿，擦身翻身，屋子里常年飘着一股药膏混着尿液的味道，她毫无怨言。不仅如此，她娘家那边还有一个30好几了还一事无成，整天做发财梦的弟弟。这个弟弟做生意被骗，跑去借地下钱庄，欠了一屁股烂债，3天2头有讨债的黑衣人去娘家喷漆堵门。林大姐不忍心看着70多岁的老母亲给人下跪求情啊，她偷偷把自己攒了半辈子，连买件好衣服都舍不得穿的私房钱，甚至还有原本打算给儿子出国留学的教育基金，全拿去给弟弟填了窟窿。那几年林大姐就像个陀螺一样，
每天在婆家和娘家之间蜡烛两头烧。他去传统市场买菜，买一把空心菜，为了省那区区10块20块钱，能跟老板娘讨价还价半天，他把自己整个人榨干到了最后一滴血。可是各位，老天爷给他回报了吗？家人感恩他了吗？没有。我永远记得他跑来找我算命那天，一边哭一边跟我讲的那个晚上。那年冬天下着大雨，气温骤降，那种湿冷是直接往骨头里钻的。林大姐连续熬了3个通宵照顾发烧的婆婆，自己终于撑不住了，重感冒发高烧，浑身关节痛得像被无数根针扎一样，连站都站不起来，只能瘫软在床上。晚上8点多，大门砰的一声响了。她老公下班回家，推开房门，老公看到躺在床上的林大姐，第一句话不是问老婆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带你去看医生。他没有，他第一句话是用极其不耐烦的语气吼道，你今天怎么没煮饭？妈在外面饿得一直叫，你到底在干什么？整天待在家里，连个饭都煮不好。就在老公摔门出去的那一瞬间，林大姐放在床头的手机亮了，是她那个刚被她还清了几百万债务的弟弟发来的简讯，上面写着，姐，我最近手头又紧了，你能不能再借我5万块周转一下？你不帮我，我就去死。各位朋友，你们听听看，这叫什么事啊？那一瞬间，躺在黑暗房间里的林大姐，没有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也没有摔东西，她就是睁着发烫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眼泪无声无息的一直流，一直流，把大半个枕头都浸湿了。那种寒冷不是感冒发烧带来的，而是从灵魂深处，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彻骨的心寒。她突然惊醒了，原来在这个家里，自己根本不是个妻子，也不是个姐姐，自己只是一个工具，一个不会喊累的提款机和一个免费的24小时看护。只要他一停下来，所有人都在怪他不负责任。他付出了全部的生命去爱这个家，却连一句最简单的老婆你辛苦了都换不来。听完林大姐的故事，荧幕前很多7月出生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偷偷抹眼泪了？是不是觉得句句都扎在自己的心坎上？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孤独？为什么你们付出那么多却总是费力不讨好？因为你们带着神仙的悲悯在做事，但你们忘了，你们身边围绕的都是贪嗔痴俱全的凡夫俗子。凡夫俗子的本性是习惯成自然的，你第一次帮他，他把你当恩人；你第100次帮他，只要第101次你撑不住拒绝了，你就是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我们从中医和五行的角度来看，这种习惯性隐忍的性格对身体的伤害是毁灭性的。中医讲什么？肺属金，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同时中医也讲悲忧伤肺。7月生金当令的人本身肺气和呼吸系统就比较敏感，当你遇到这些委屈这些憋屈，你又像林大姐一样打掉牙往肚子里吞，不愿意到处去诉苦，所有的负面情绪就全部死死地积压在你的胸腔里。长年累月下来，7月生的人最容易得什么病？慢性咳嗽、气喘、胸闷气短。一到秋天就容易悲秋伤春、抑郁失眠。而且五行之中，金克木，木克土，你的肺经出了问题，情绪不好直接影响肝胆，肝气郁结又会反过来克制脾胃，所以你们不仅肺不好，肠胃也跟着遭殃，吃不好睡不香，身体能好吗？7月生人的节就叫做亲情节与因果节。你以为你在帮家人渡过难关，其实你是在强行干预他们的因果。那个不成器的弟弟，他不吃透破产的苦头，他永远学不会长大。你替他把债还了，就等于剥夺了他成长的机会。最后这笔老天爷记下的业力全算在了你的头上，这就是背债人的下场。各位老朋友，前面我们把农历2月和7月生人的底层性格还有五行八字的逻辑算是彻底说明白了。你们听完是不是觉得膝盖中了好几箭？是不是觉得字字句句都在扎你们的心？别急，最扎心的还在后头。既然我们说这2个月份出生的人是来人间渡劫的神仙，那么问题来了，你们下凡这一趟到底渡的是什么劫？
老天爷究竟给你们安排了什么样的考卷？我批过成千上万个八字，总结下来，2月和7月生人，你们的人生当中基本逃不开这3大劫数。你若是闯不过去，看不透，这辈子就是一个大写的苦字，轮回受罪。你若是今天听懂了，看透了，闯过去了，那就是立地通透，大富大贵。第一节，情节为什么2月和7月生的人，无论男女，在感情和婚姻里，往往走得最坎坷，最伤痕累累。根源就在于你们骨子里自带一种该死的救赎情节。你们总觉得自己是那个能改变对方，能拯救对方的救世主。你看看那些2月生的人，遇到一个性格有缺陷，或者事业不顺，烂泥扶不上墙的伴侣，他们心里想的是，他本性不坏，只是运气差了点，缺个人拉他一把。我性格强，我能帮他立起来。结果呢，你像个老妈子，天天盯着对方，逼着对方上进，你打3份工去帮他填坑。时间久了，对方非但不感激你，反而觉得你太强势，控制欲太强，最后给你扣上一顶母老虎或者大男人主义的帽子，拍拍屁股跟别人跑了。再看看7月生的人，你们更惨，你们是典型的圣母心泛滥。你们遇到那种喜欢卖惨，喜欢推卸责任的伴侣，最容易沦陷。只要对方掉2滴眼泪，跪在地上发个誓，说一句我真的只有你了，你不管我，我就去死。你们那个心啊，瞬间就软成了一滩水。对方去外面赌博欠债，你咬着牙帮着还。对方游手好闲不出去工作，你每个月拿薪水养着他。你以为你的隐忍，你的牺牲能换来他的浪子回头，大错特错。你这叫用自己的心血去喂养一条永远也喂不熟的白眼狼。这种情节说白了，就是你们妄图改变别人的因果。佛家讲，个人有个人的业障，你非要把烂泥扶上墙，烂泥不仅上不了墙，还会把你一起死死地拖进泥潭里。第二节，财节，很多2月和7月生的人其实非常聪明，能力都很强。2月的人敢打敢拼，有冲劲；7月的人直觉敏锐，嗅觉好。你们其实是不缺赚钱能力的，但是你们最大的问题是守不住财。你们的财库底下是个漏风的大窟窿，钱是怎么漏的？全是从人情世故上漏出去的。2月生的人破财多半是因为冲动和所谓的义气。朋友几杯酒下肚，一穿多，兄弟，这个案子绝对赚钱，你拿50万出来，我们一起发财。你脑子一热，觉得大家是换铁兄弟，他绝对不会坑你，连合约都不看，钱就砸进去了。结果呢，血本无归。所谓的江湖道义，最后全是你拿自己的血汗钱去给别人擦屁股。而7月生的人破财多半是因为心软和不懂拒绝。亲戚跑来借钱，你明明自己下个月的房贷都还没着落，但看着亲戚那张苦瓜脸，那句不行我没钱就死活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最后你竟然自己去办信用贷款来借给人家。还有我们老一辈最致命的一种破财方式，帮人做保。台湾老一辈常说一句俗话，人呆才做保。你看看这个保字，人字旁加一个呆，不就是人呆吗？亲戚朋友买车买房借贷款，让你去当个连带保证人，盖个章，只要你敢去签字，我告诉你，这笔债最后100%落在你头上。人家跑路了，法院查封的是你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买下来的房子。你们的财节核心就是4个字，情财不分。只要一碰上人情，你们的理智就集体离家出走，活该你漏财。第3节，健康节，当前面的情节和财节你都熬过来了，或者说你咬碎了牙一直在硬扛，那么老天爷就会给你降下最后一道节，健康节。各位，身体是你灵魂的最后一道防线，它从来不撒谎。中医《黄帝内经》里讲得明明白白，5脏6腑是和我们的情绪性格一一对应的。2月生人卯木当令，木对应的是肝胆。你们这种人脾气直，火气大，遇到不平的事情或者被小人坑了，又拉不下脸去，撕破脸皮，就在家里自己憋着生闷气。这种长期的肝气郁结在身体上会怎么表现？你是不是经常觉得两边肋骨胀痛？是不是常常偏头痛，嘴巴里发苦，甚至去体检，甲状腺结节、乳腺纤维囊肿全都冒出来了。很多2月生人一到半夜1点到3点就准时醒来，
翻来覆去睡不着，这就是被你心里的委屈和怒火给深深烧出来的病。7月生人，生津当令，津对应的是肺和大肠。你们习惯了把所有的苦楚、所有的眼泪都往肚子里咽，外表还要装作云淡风轻、坚不可摧。这种长期的悲忧伤肺，会导致你们的肺气极度虚弱，免疫力极度低下，动不动就感冒，常年被慢性咽炎、鼻炎折磨。到了秋天，一吹凉风就容易悲秋伤春，咳嗽气喘。而且肺与大肠相表里，你们往往肠胃也不好，肚子胀气，容易便秘或者拉肚子，凌晨3点到5点容易醒来冒冷汗，这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最后的警告。你替别人扛了太多不该扛的担子，你的气机已经彻底堵死了。大家听到这里，可以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摸着良心问问自己，为了那些根本不值得的人，为了那些永远填不满的烂事，把父母给我们的这副好身体，把自己的命糟蹋成这样，真的值得吗？神仙下凡渡劫是让你来体验人生的，不是让你来受虐的。如果你看不透这3大劫数，这个劫就会像鬼打墙一样，在你的人生里一遍一遍的无限循环，直到把你彻底耗干为止。各位朋友，前面听下来，很多人可能心里已经凉了半截，有人可能会在心里嘀咕，老师啊，照您这么说，我们2月和7月生的人这辈子不就全完了吗？我们就只能认命了吗？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我们老祖宗的易经世界里，从来没有死局这2个字。老祖宗留下易经，不是为了吓唬你命有多苦，而是为了教你如何趋吉避凶。既然老天爷让你带着这种特殊的八字下凡，给了你这么重的担子，他就一定会给你留一把破局的钥匙。今天我就给2月和7月出生的朋友传授3招实实在在的破局之道。你只要把这3句话刻在脑门上，照着我说的去干，我保你后半辈子把所有的劫全都变成你的福。第一招，斩情丝，收起你泛滥的慈悲，学会自私。不论是2月的卯木还是7月的申金，你们最大的病根就是那个该死的救赎情节。从今天开始，你给我记住一句话，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再去干涉别人的因果。我知道你们心软，一看到亲人受苦就受不了，但你得明白，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老公，那个天天来借钱的兄弟，他们过得惨，那是他们自己造的业，凭什么要用你的命、你的血汗去填？你以为你在帮他们，其实你是在剥夺他们成长的机会，最后还要惹得一身腥。你要学会狠下心来说不。怎么说？我教你。下次你那个不长进的亲戚再来找你诉苦，你别再大包大揽了，你就冷着脸告诉他，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想办法解决。我帮得了你一时，帮不了你一世。如果对方骂你冷血，骂你没良心，怎么办？让他去骂。你要在心里告诉自己，我的善良很贵，不能随便丢给这些不懂感恩的无情无义之辈，把那些总是消耗你，把你当免费劳动力的烂桃花和吸血亲戚通通一刀斩断。你记住了，你只有对自己无情一点，别人才不敢对你残忍。把你那泛滥的慈悲心收回来，好好疼一疼你自己，这才是最大的功德。第二招，锁财库，捂紧你的钱袋子。前面我们说了，2月的人容易冲动，7月的人容易心软。你们都是能赚钱但守不住财的人，这怎么破？既然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那就绝对不要把大把的现金留在身边，赚的钱马上拿去买成实实在在的资产，比如去买点金条锁在柜子里，或者给自己存个5年的定存，定存单让信得过的人保管，告诉自己，谁说也不取，天塌下来也不取。以后再有人跑来跟你借钱，不管他是亲戚还是换铁兄弟，你就在心里默念3遍，救急不救穷，借钱等于结仇。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这个人死要面子，拉不下脸来拒绝啊。那你就学会哭穷，你别在亲戚朋友面前装阔充面子，下次有人来借钱，你比他先哭，你拉着他的手说，哎呀，兄弟啊，你来得正好，我最近比你还惨，我正想问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周转，我连吃饭都有问题了。学会示弱，学会装傻，把你的财库死死地锁住，别管别人背后怎么说你一毛不拔，你的钱
是你要留着晚年保命的底气，绝对不能再拿去给别人的贪婪当垫脚石。第3招，养生心，疏肝润肺，把健康当成唯一的信仰。这最后一招最关键，情和财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身体才是你这辈子唯一属于你自己的本钱。没有了命，你赚再多的钱也是留给别人花的。2月出生的朋友，你们肝胆郁结，爱生闷气，这叫怒气伤肝。怎么办？找个发泄的出口，绝对不能憋着。中医讲肝喜调达，你得顺着他的脾气来，别再死要面子活受罪了。受了委屈，想骂就骂出来，想哭就关起门来大声哭一场。平时多去户外走走，去森林里抱抱大树，接触大自然，把心里的那股邪火给散出去。晚上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1点到3点是肝经当令。这段时间你必须给我老老实实躺在床上睡觉，天大的事明天再说。7月出生的朋友，你们肺气虚弱，总是悲春伤秋，容易掉眼泪，怎么办？多晒太阳，强行给自己补充纯阳之气，别老一个人闷在冷冰冰的屋子里瞎琢磨。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去楼下做做深呼吸，把胸腔里的浊气吐出去。中医说肺主皮毛，你去晒太阳，去交几个开朗爱笑没心没肺的朋友，吸收天地的阳气，把你心里那点阴冷的湿气全给蒸发掉。各位朋友，这3招难吗？一点都不难，难的是你狠不下这个心。神仙下凡，先要自救，才能救人。当你学会了自私，学会了爱自己，你身上的磁场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煞气、小人自然而然就进不了你的身了。各位朋友，前面听下来，很多人是不是觉得心里头沉甸甸的，觉得这2月和7月生人这辈子就光顾着吃苦还债了？今天我在这里要给你们吃一颗定心丸。我们老祖宗的易经里最核心的2个字是什么？是阴阳，是平衡。你们前半生受的那些委屈，流的那些眼泪，被骗的那些钱财，在老天爷的账本里，那都不叫吃亏，那叫往你晚年的福报账户里存钱。2月和7月出生的人，晚年的运势到底能有多好？这就是老一辈常说的倒吃甘蔗，越吃越甜。你们的后半生可能是所有人里头活得最通透、最滋润的。先看农历2月出生的朋友，2月卯木，前半生你是一棵小树苗，风一吹你就倒，小人一踩你就受伤。你为了给家人遮风挡雨，弄得自己伤痕累累。但是树木总有长大的那一天，到了50岁、60岁以后，你这棵树经历了无数次的风霜雨雪，你的根已经深深地扎进了岩石里，你的树干已经粗壮到几个人都抱不拢了。这个时候还有谁能撼动你？没有了。2月生人的晚年最大的福报就是受人敬重，因为你骨子里的正直和仗义，虽然曾经得罪过一些小人，但也实打实的结交下了一批真朋友。你年轻时吃过的亏，攒下了经验，在晚年全变成了无价之宝。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你都会成为那个说话最管用、最有威信的定海神针。孩子们长大了，懂事了，他们会突然明白你当年的苦心。我讲个真实的阿明的故事。阿明是典型的2月卯木，当年在南部一家大塑料厂当厂长。那年经济不景气，老板为了省钱，想砍掉一线工人的危险津贴。阿明那种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直肠子能忍吗？他直接拍桌子跟老板大吵了一架，死死护着手底下的工人。结果呢，老板一怒之下把他开除了，连退休金都给他找理由扣掉了一大半。当时多少亲戚在背后笑他傻，笑他为了别人把自己的铁饭碗都给砸了。那几年阿明过得确实惨，四处打零工，受尽了白眼。可是各位，20年过去了，你们猜怎么着？当年那个被他死死护下来的其中一个小伙子，后来自己出去创业，现在开了一家规模极大的电子厂。前几年人家开着大宾士，提着最贵的礼盒，亲自来到阿明那个破旧的公寓楼下，毕恭毕敬的请他去厂里当名誉顾问，什么都不用干，就坐在那里喝茶，遇到大事帮着把关。那个大老板当着所有员工的面说，没有当年老厂长的刚正不阿，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
阿明每天在办公室里泡着洞顶乌龙，厂里上上下下几百号人，谁见了他不恭恭敬敬的鞠躬叫一声老厂长。而当年那个坑他的黑心老板早就因为偷工减料破产跑路了。各位，这就叫老天爷的定存账本。你当年受的委屈变成了晚年的威望，当年吃过的亏变成了别人还不清的福报。偶尔在公园里下棋，遇到当年坑过你的小人，你连眼皮都不用抬一下，因为你早就站到了他们这辈子都够不着的高度。这就叫根深叶茂，无可撼动。再来说说农历7月出生的朋友债，总有还完的一天。老天爷给你们设定的那个因果账本，一旦到了晚年，只要你彻底想通了，放下了那个想要度尽天下人的执念，奇迹就会在你们身上发生。7月生人的晚年，最大的福报体现在身心解脱、病痛消散上。当你不再去管老公回不回家，不再去管亲戚还不还钱，不再去插手儿孙们的破事时，你头顶上的那根天线就彻底收回来了。你把所有的灵性、所有的直觉全都用在了自己身上，你会发现原本胸口那块压了几十年的大石头突然就不见了。你开始迷上了种花、画画、听歌仔戏，或者是跟着几个老姊妹到处去旅游。中医说心气一通，百病皆消，你的肠胃也不胀气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整个人容光焕发，比年轻时候还要有气质。那些曾经吸你血不把你当回事的亲戚朋友，看到你晚年活得这么潇洒，这么光彩照人，他们只会躲在角落里眼红后悔。而你呢，你连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因为你已经做回了真正的神仙，人间的烂泥巴再也见不到你的身上。各位朋友，你们要记住，你们是带着特殊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前半生的苦难是老天爷在给你们打磨心性，后半生的福气才是老天爷给你们的真正奖赏。好戏永远在后头，挺直腰杆好好活着，属于你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各位朋友，今天的内容很长，我知道能耐下心来把影片看到现在的，一定都是在生活里真正吃过大苦，流过眼泪，受过极大委屈，但骨子里却依然对这个世界抱有善意的人。你们是真的下凡渡劫的好人。什么是真正的改运？就是修心，就是放下。2月生的人，当你学会用水的柔情去包容这个世界的不完美，不再跟烂人烂事纠缠时，你的命就改了。7月生的人，当你学会用火的温暖优先来照亮自己，善待自己时，你的运也就通了。心存善念，不怨天尤人。当你彻底放下这些执念，把所有的能量都收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的心胸就会变得无比开阔。这时候你的体内就会生出一股极其纯正的纯阳之气，这股纯阳之气就是你身上最强大的风水阵。一个心底纯正充满善意的人，连鬼神都要敬你3分，何况是世俗中那些区区的小人。这才是真正的玄学大道。所以最后我要带大家做一件非常有意义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我们讲究一个词叫做共振。当一个善良的人发散出正向的念头，他的力量可能只有1，但是当1000个、10000个善良的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同时散发出正向的念头，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纯阳磁场。这个磁场能够击碎你们命理中的那些暗结，能够帮大家挡灾化煞。现在我不管你是2月生的还是7月生的，又或者你是其他月份出生，但同样在生活里吃过大亏的好心人，我邀请你在这里留下你的善言或者祈福。你可以写下一句简单的祝福，愿往后余生所遇皆良人，所求皆如愿。你也可以简单的打出4个字，祈福化煞，或者是留善结缘。哪怕你只是把你这半辈子的委屈放下了，化作一句对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的祝福，愿留言区里的每一个好人都有个好身体。当你打出这些字，你是在向着浩瀚的宇宙发射你内心最纯粹的光芒。当我们在留言区里汇聚了几万条善言善语，这就形成了最强大的一座祈福阵法。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各位神仙们，你们下凡渡劫辛苦了，从今天起放下执念，
善待自己，祝大家身体健康，百病不侵。我们下期再见。